我是赵少康，欢迎你来到 TVS 赵少康战情室。在我们现场特别来宾，陈佑成议员、蓝轩小姐、唐湘龙先生、陈玉珍委员、林佩强委员、詹委员议员。好，川普寄的第二批信说8封，原来说6封，现在变8封啊。那大家看台湾到底在不在这8封里面？不在啊。最衰的就是巴西他原来上次只有10%，这是涨到50%那因为主要的原因呢，说他原来那个总统呢叫做巴西川普现在被现任的总统呢告所以川普就很生气，你们告像我的人呢所以呢认为这是政治迫害，所以呢把它从10%提高到50%，所以现在巴西变成最高了变成50%一下增加了40%那其他的有的是一样有的是少一点比如说像这个缅甸44变40辽国48变40，其实没什么差别了。你打我3枪跟打我4枪，这也没什么太大差别那所以基本上这几个国家差不多这14加8 22个国家跟上次没有太大的差别那日本这个原来是24%，现在变25%，多1%。但是日本很高兴，所以川普原来生气说要给我30%或35%，我现在只有25%我觉得就是反正都是说我先告诉你，你欠我1000万，我哪有欠你1000万，我欠你500万，好吧？那500万拿来，就这个意思好，那对不起，这个巴西他这个不是顺差，他对美国没有赚美国的钱那英国也没赚美国的钱，所以英国原来是10%，巴西原来没赚美国钱，是美国赚他的钱，所以他10%，但是现在被这个涨到50%，所以巴西总统很生气他说呢，美国干预我们的主权我们的法律他能干预吗？我们要这个告谁，在审判谁，他能干预吗？所以呢，这个现任总统叫鲁拉，他说世界不需要皇帝因为他呢曾经呛过川普，不需要皇帝。那皇帝就给他看看，说我这抽你50%的关税，看你怎样那鲁拉呢说好，我会对等回应他有本钱因为你卖我东西比较多，我卖你东西比较少不过可能整个贸易量都不大了所以呢，川普也没有那么在意了那问川普说，你这个税率怎么算出来的？为什么日本原来24现在变25呢？为什么原来这48变成40呢？这个到底怎么回事呢？川普说这是基于常识的公式我们是根据贸易赤字他们对美国的方式还有实际数字他说美国已经获得好几千亿美元的关税收入，其实没有了但是他就吹牛嘛，反正吹牛不打草稿也怎样了，我爱吹牛那《纽约时报》就说，川普的贸易协议他说了就算，他现在就跟你谈判，能够谈得下去就继续谈，谈不下去呢，我就给你一个信，就是这样子了那你不服再来说，其实就这个意思所以呢，川普说现在又说跟中国关系很好了，因为这个商务部长呢要去访问北京，本来说川普也要去的，下半年要带一些 CEO 大公司的 CEO 去，但是商务部长先去因为他们当时6月只谈了一个框架，只有骨头还没有肉里面的内容还没有很多地方没有那川普又说呢，我现在跟习近平很好，我们跟中国关系也很好不过凡是被川普说好的都要稍微小心一点，我看那个下场也没什么好，他跟普丁原来很好现在又骂普丁通是废话，通的是空话所以呢，美国因为关税这样一直延来延去所以贸易不确定性更大所以阻力更大。不过他昨天又讲了，要称铜50%，药品200%药品200%怎么给？他说都到美国来设厂就没有关税了。我们看一下。We treat Africa great in many different ways, including with tariffs, but we treat Africa far better than China or anybody else, anyplace else. 川普在白宫接见多位非洲国家领袖，还透露会给予关税优待。同时，川普的第2波关税名单也出炉了，一共8个国家，税率最高的国家揭晓是巴西，从4月的10%暴涨到50%。Formula was a formula based on common sense, based on deficits, based on how we've been treated over the years. Now today, Brazil, as an example, has been not good to us, not good at all.
川普猛轰巴西政府，不仅对他旗下媒体 Trump Media 下封锁令，还对他的好友，也就是巴西前总统波索纳罗发动了政治清算。如今，川普大复仇，让巴西成为前2波关税名单中被课税最高的国家。而除了巴西以外，在川普的第2波关税名单中，税率调涨的国家还有菲律宾和汶莱。阿尔及利亚维持不变，而下调的国家则有利比亚、伊拉克以及斯里兰卡。其中，菲律宾是除了巴西以外税率被调升最多的国家，但它依旧是新名单中最低的一国。专家推测，美国对菲律宾的关税不减反增，可能是根据越南20%税率的协议。彭博资讯专栏作家欧瑟士形容，川普的公告方式宛如环球小姐揭晓名次，让各国在最后一刻前都要好好展现最好的一面。来，陈委员，我觉得这个川普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典型的这个政治领袖啊！我记得他以前在美国读书的时候，都对美国是奉行那种精英主义哈，就是说受很好的教育。那这个政府的政策都是有经过一定的这个决策的过程哦，因为他们的公务人员素质也都是很好，然后对外的外交哈都是应该都算是。至少在形式上是温文有礼哈，然后会有一定的这个官僚主义的这个评估了哈。那川普是完全打破了所有东西，那但是他还是能当选哦。然后他现在就是他说的话，现在大家我觉得全世界人都会觉得川普说话就是他的尝试就是川普尝试，跟大家的尝试都不一样。他的这个经济学知识都是我们世界上包括得过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那个经济学家也没有读过的哈。他说是32就32，怎么算的就他算出来就是32。比如说日本啊25、24，反正差那1%对他来讲是他大笔随便一挥一下的差别而已哦。那这个，而且刚刚我听到这个，我们就说巴西是因为什么对川普媒体啊，对他个人的这个在很多世界来讲，这是有点不可思议的事情，就等于是公和私已经都混在一起了。但是川普还是可以得到这么多的这个掌声，至少到现在为止，他还是一如他一直以来这样的表现哦，没有什么改变，而且他要那个推行这个大而美，也在不管是参议院、众议院也都通过，虽然是很些微的这个比数通过哦。那我看川普他的做法，事实上都还是抱着一种生意人的这个策略。他每次跟你讲说 final 是什么时候，绝对也还不是 final， 他就是要达到他的目的，然后他给你丢一个像刚刚您说的，商务兄说丢很高，然后再跟你谈，那最后他要达到什么目的，完全是看他的。你要说看他心情好不好呢，也可以这样，也可以看他自己很多这种他自己这样利益上的考量。然后最重要的是，其实大家都有看到，川普心心念念，为什么我觉得他还是会得到一些美国一些阶层的这种拥戴或是支持？因为他心心念念都在说要 mega 嘛，mega， 然后要把美国带回这个制造业都在美国这个整正。但是很奇怪的是，因为这么长久这样发展以来，全世界这个贸易或是这个经济的发展都是比较这个经济发展已经发达的国家都是服务业嘛，那个用 IP 啊，就用智慧财产权嘛，然后这个后面的人工比较便宜，就要用加工业嘛。那川普好像试图，因为这个美国的这个工作失业率啊这些相关需要工作机会的关系，所以他试图把一些加工的这个部分、制造业部分拉回给美国。那对于美国来讲，对于美国已经进步到这样一个走到这个世界前沿的这个国家来讲，照说，因为他们从制造业，从这个服务业里头，从这一些知识产权里头，应该或者是从他的品牌里头赚了很多钱的。啊，川普好像可能是照顾这些那个阶层蓝领阶层这个劳工哦，他大概这是他那个票的来的很大的一个基础哦。那我们回头来看台湾了哈，现在台湾的这个关税到现在还没有讲多少钱哦，那之前是32吧，那我们看到这个不管韩国也好，日本也好，从24、25的就这个上下没什么变化。那为什么台湾现在都还没有拿到这一封信呢？不管是情书还是分手信，我自己个人的判断是这样子，因为我们台湾在一开始谈判的时候就直接给了很多东西，就是说正常的谈判是给来给去哈，我给一步，你让一步，你给一步，我让一步。那我们一开始就给太多，直接让下去。那对于川普这个个性的生意人来讲，企业家说好一点叫企业家，他觉得说我永远可以要更多。我记得他一开始就说，我什么都还没有谈，他就已经 kissing my ass 啊，然后就已经跪舔我们了哈。所以你说1600亿，台积电100亿，说要2000亿，然后接着你给他台积电，接着那个天然气110亿的这个投资，他还要更多。所以再加上台湾还是一张很好的牌，什么牌呢？对抗中国大陆牌。最重要的是，他跟中国大陆
在两强这个世界两强中的这些对抗里头，他觉得台湾是一个可以打的牌，所以还没有那么早要，因为还要把台湾的这个叫做利用价值利用到剩余价利用到最淋漓尽致，所以我们的这个数字还没有出来。然后呢，农业还有汽车产业也是很重要的。老师，大家知道现在川普才上任171天吧？好像很久了，好像很久了。老实讲，我个人认为，这现在我们目前看到的世界局势是从越南战争结束之后，美越战争结束之后最复杂的一次。尤其是这一次，巴西被科50%的税，那原因不是因为说巴西对美国有赚很多钱，而反而是因为巴西的这个波索纳洛，也就是他们前总统，现在正在被司法调查，正在被关，所以说，川普这样做的时候，就很明显的，他把这个所谓贸易战这个武器，是关税这贸易战用的武器，直接拿来做国际政治上的影响。那这句话呢，就做到，就说我们一般觉得是说，该打仗就该打仗，该外交是该外交，就算中间有 overlap， 可是不能离这个道理太远。可是现在明明只是一个国家的关税跟贸易，他单纯就说，因为你们说是一方面说你们是不自由的，说你们司法有问题；另外一方面你们又说你们在我们美国的社群上面说我说来去钳制民主自由跟民主价值。那这种讲法会让他觉得很错愕。一般的，如果我们知道以前的世界上领导人是不会这样讲的，但是好像现在只要讲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什么都可以讲。而另外一方面，我觉得这个意义其实另外很大意义就是，川普已经主动去摒弃以前美国一直奉行的所谓的多边贸易主义，也就是说 WTO 是他建的 ，WTO 是他提倡的，他本来是这个秩序的这个遵守者，也是秩序领导者，但是他现在立法、知法、玩法又违法，那现在居然全世界对他没办法，变成是说巴西现在直接告到 WTO 说我们必须采取反制措施，那川普就又直接讲说你敢反制我10%，我就再反制你更多，所以这变成是我们现在看到这状况，一方面对美国本身来讲，通膨一定会更夸张，因为巴西是美国在咖啡跟橘子汁上面最大的供应者，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老实讲，如果我们从台湾这边来看的话，我们如果只是看通用的，就是 general tariff， 就是所有通用的这个趴数的话，其实就是算是重要的。但是另外一点，我们从之前已经达成协议越南来看，越南为什么能谈到20%？因为越南基本上对所有美国贸易的这个对美国贸易的产品全部都采取零关税。那我们台湾是未来会是怎么样做？我们是要放弃什么样的东西才会变第二个越南？现在变成跟第二个越南好像是件好事。这时候我们想一想，这听起来很奇怪，因为日本跟韩国理论上我们认为日本跟韩国远比我们跟美国的关系来的亲密，不管是战略伙伴啦还是贸易伙伴，但日本跟韩国两边他们都不愿意放弃他们美国汽车进他们市场的关税，所以最后面他们两个拿到什么25%，是全部都是25%，可是他们其他什么都没放弃，这就是我很担心我们的谈判代表出去的时候，我们除了想要把这个通用的这个税率把它往下降之外，那我们还要再牺牲些什么？是不是农产品还是一样汽车关税？甚至我们最近有看到说天然气，我们是要买美国很多天然气，那我们要买多少？什么时候交钱？这方面各个甚至说，因为川普已经不会只单纯的把这个关税的东西只是拿来针对贸易来讲，甚至连政治都可以用到的时候，那我们的军购是不是也会被关税所影响呢？我觉得我很想知道说，现在我们的谈判团过去谈了什么，而且老实说，我认为川普如果一谈完，他马上会发布，他不会管你726还是不是726。我们现在还在谈了啊，不过越南一开始就说我0嘛，但是赖清德也讲了。他说：“我们跟美国可以从0谈起，你记得吗？他开始说从0谈起，换句话说0也可以啊。开始他是这种态度了哈。那显然美国呢，说跟他有什么多好，什么都没用了。美国理论上讲跟日本、韩国比较好。对啊。越南打仗打了多久啊？越战死了多少人啊？那是等于是像敌人一样。所以现在他对越南20%，日本、韩国还25%。好，所以川普他就是个生意人，他不会管以前怎么样，他只管现在你赚我多少钱。”
那我们的那个财政部昨天还傻傻的说，哎呀，我们有史以来这第一次呢，这个赚美国钱超过赚大陆的钱啊，很高兴说上半年我们对美国贸易顺差550亿美元啊，然后呢对大陆呢只有什么300多啊360，大陆跟香港，你这是扯这干嘛呢？如果你一年550亿，如果半年550亿乘2就是1100亿，你要赚美国1100亿。你去年才赚他739亿，川普就是气成这样子，我们是第6赚美国第6多钱的。你今天在这个时候你就放这个消息干什么呢？还沾沾自喜，觉得我们好棒好棒好棒，我们就终于超过大陆了哈！不想一个整体对台湾怎么样的好，怎么样不好。休息再回来。好，川普当然爱吹牛，大家也都知道了啊。不过呢，被录音啊就曝光啊，还是引起大家蛮大的瞩目啊。因为还没有当选总统，还要募款嘛。美国要选总统花很多钱的，哦，所以那个募款哦，就是光马斯克就捐给川普2亿8千万美金呢，啊，所以呢，这个川普就跟金主吃饭嘛，那边谈嘛。川普就说，如果解放军打台湾，他会把北京轰炸的稀巴烂，而且呢，还要把莫斯科炸个稀巴烂。哦，当然，这个大家就会问呢、到底怎么回事哈？那俄罗斯克里姆林宫说，这通电话对谈并不存在啊，就是说，川普说他有跟普丁讲通话说要炸烂莫斯科，莫斯科说他没有这个电话，他什么时候讲的？他跟谁讲的？哦，因为川普那时候还不是总统嘛，只是候选人嘛，他跟普丁什么时候见了面的？过去4年是拜登当总统啊。所以呢，这通电话对谈不存在，而且那个时候川普也不是美国总统哦，他那是个老百姓，爱讲什么讲什么，随便他讲啊、哦。那么另外呢，这个他要炸北京，厉正杰将军是说呢，你要炸北京，北京老共的东风31 A7 洲际弹道飞弹也可以打到华盛顿啊，你们打过来打过去啊，你只想到要打人家，你没想到人家会打你吗？哦，张延廷、帅化民将军呢，都说他嘴巴讲了政治语言哦，他真的胆敢这样做吗？那他现在有去炸这个莫斯科吗？不是他要炸莫斯科打个稀烂吗？那现在俄罗斯也没有停止啊，哦，跟乌克兰的战争啊，哦，他只是生气骂这个普丁讲一堆废话哦，然后要再给这个乌克兰10颗爱国者飞弹哦，那这个他骂普丁。川普说要批准更多的武器给乌克兰啊，那另外呢，他说对购买俄国石油的国家要课500%的关税，我操，500%啊！那这巴西要投下来，我只有50%，500%啊但是俄罗斯在这个时候呢，昨天出动了700架无人机，哦，有史以来大概规模是相当大的一次，500架。这个700架无人机去打这个乌克兰好几个地方啊、哦。那川普是讲普丁呢太多废话，而且只想一路杀人，哦，所以他现在说呢要认真考虑是不是支持对俄罗斯的制裁的法案啊、哦。那另外呢，这个川普变脸很快嘛，啊、哦，俄罗斯发出警告，你如果对乌克兰提供武器，只会延长冲突，哦，那就继续打下去嘛。啊，那你美国能撑多久？乌克兰能撑多久？啊，川普呢说，如果人家就问川普，你当时为什么就讲说威胁习近平、普丁？他说我只是为了强调，如果我当上总统，就可以避免乌克兰跟加沙的战争。就是因为拜登这个无能的家伙，他当美国总统才会打俄乌战争，才会打加沙以色列跟加沙战争。我干就不会，所以我才讲说。如果你们敢，我就把北京炸烂，把莫斯科炸烂，吓吓他们，让他们就不敢轻举妄动。他说我是这个意思，我们看一下。如果这种报道是属实的话，那么上述言论是非常丧心病狂的。去年5月底的这个回应是针对还是总统参选人的川普传出声称，如果共军在他任内入侵台湾，他将炸烂北京。而日前 CNN 公开一段川普的录音，似乎证明他确实有这么说。而在9号的中国外交部记者会上，没有记者发问，也没有官方回应。如果中国大陆的东风31还有东风41都可以正常运作，还有中国大陆的核三角就3位一体的话，其实中国大陆
也是有可能可以轰炸华盛顿，所以有这样的一个战略相互吓阻，其实它实践的可能性真的很小。认为美国不可能轻举妄动，尤其俄罗斯和中国势必会反击华府。香龙，川普为什么这样讲？人品非常低劣的政治人物，就是你听这个现在释出来的音档，他几乎是在所有的金主面前，用斩钉的他是在告诉他们，就是说他当着普丁的面，也当着习近平的面讲了这些话，但是类似的话，因为从来没有在公开场合对媒体讲过，我们只能够说他是吹牛。当然，一个男人为了骗吃骗喝，关起门来的时候，骗钱，对，就是说不管是在酒店里面，在饭桌上面，在生意场上面来讲，你就算是说是 bluffing 啊，也有个限度。但是呢，川普呢是用那种绘声绘影的方式讲完了自己说了什么之后呢，还要呢跟大家表演一下呢，在当场一个呢虚拟的普丁跟一个虚拟的习近平做了什么回应，好像呢都被他给吓住了，对他的表达非常的震惊。你很难想象这个人成为美国总统，成为当今最有权势的人。一个人品这么低劣的人，可以用这种的方式，只是为了要弄到呢更多的政治现金。因为这件事情跟台湾有关。刚刚的那段的新闻画面呢，就说呢，解放军的发言人他讲话的时间点是2024年的5月30号。2024年的5月30号，当天是华盛顿邮报的报道，没有音档。华盛顿邮报只说，川普在跟金主内部会议的时候有讲到这些事情，没有像这些音档这么的清楚。但是华盛顿邮报呢有解释，在当时的5月30号，2024年5月30号发生什么事情？2024年的5月20号，赖清德就职。换句话说呢，他对金主呢去吹牛说呢，他会去把北京给炸了，是在赖清德就职之后的10天。赖清德的就职演说大家记得吗？赖清德的就职演说讲完了之后，3天之后呢，解放军围岛军演，联合利剑的军演就开始。他说话是在联合利剑的围岛军演呢第一阶段结束之后的4天。他拿这件事，因为他当时全世界都很关注嘛，就是赖清德上来之后两岸关系，他拿这件事情用膨胀吹牛的方式说，他曾经当面恐吓过习近平，把习近平恐吓的一愣一愣的。你知道，到任何的这种的国家元首之间的对话，旁边一定是有翻译。更多的时候呢，是有像是王毅呢这种呢，这种就是说外长级的人物呢，在旁边的，就是川普吹牛去骗那些呢把钱捐给他的笨蛋呢是可以的。可是从一个外交场合当中，不管你是在电话当中，或者你是在当面，他不是死无对证的，他是有证人。可是川普可以这样子做。当然，这个事情呢曝光了之后呢，会让大家呢突然间发现。大家都以为说呢，两岸发生冲突的时候呢，台北最危险。就后来发现呢，台北很安全，可能呢北京呢更危险。川普说要把北京炸个稀巴烂了。好，那这种的表述呢，成为他骗钱的工具。因为去年的5月30号，川普的势头跟在当时的拜登在伯仲之间，而且他的募款比拜登差。去年呢，整个的民主党的募款到那个阶段为止，比川普都好很多。川普缺钱缺得慌，所以呢，他呢无所不用其极的想办法呢，要鼓动呢共和党的金主。你再看到他呢，因为接下去会有一些呢尴尬的场合，川普呢想要跟习近平见面。川普呢甚至于呢会可能呢会跟了普丁呢通电话，大家都可以等得开，就他要用什么样的方式去跟习近平见面，去说明这一段。我相信这会是在中美之间呢外交折冲的过程当中呢会是一个非常的敏感的问题。那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说，大家都关注的是台湾在目前为止在美国呢所公布的所有的关税名单里面没有台湾，其实亚洲区就剩下台湾跟新加坡了。
那新加坡的问题呢比较单纯一点，但是台湾会牵涉到3个问题。台湾到现在为止，我知道许多人可能都还在赌，可能会比预期中好，可能会比预期中差。台湾有3个问题是很特别。第一个就是说，因为台湾有台积电的问题，台积电已经搬了一个备份呢到美国去了。这个呢必须要算在呢中美的这些的贸易的谈判里面，是台湾的筹码。第二个，台湾呢有全球最强货币，台币呢已经呢从4月2号到现在升值15%了，这个是要算进去的，这个不能不算。第三个就是说，你认为今天呢，当美国的国务卿到了亚洲，他呢不断的在整个东盟的外长会议里面，他几乎没有跟任何人呢做任何的互动，他只在等王毅的眼光，他想跟王毅见面。王毅是外长，我如果是王毅啊，今天我如果碰到了那 Rubio， 我一定问他说，你们老板恐吓过我们老板，你还来干嘛？那当然这个时候就是你如果要科台湾的关税，你又要跟北京跟习近平见面，台湾的关税是不是呢台美之间就能决定的，还是呢得要看看呢北京的脸色？我认为那个是一个很大的变数啊！不要认为台湾可以片面的凭着自己跟美国之间的贸易关系呢决定所有的事情。所以接下去两岸之间的贸易跟军事问题呢会绑斗在一起。我只是提醒，今天呢独派团体其实应该大游行，因为川普都要去炸北京了，你们还不开心嘛？就是我说了，我如果是独派团体，什么大罢免根本就不重要，我一定呢斋戒沐浴，所有人都上街呢狂喜敲锣打鼓，赖清德可以宣布放假三天。你什么时候听过有哪一个外国的政治人物愿意为台湾死？他是第一个，所以呢，已经到这个地步的时候，其他呢都不重要。但是如果呢他是吹牛，那台湾终究要想，这么烂的一个政治人物。大家呢，今天呢，欧盟北约的秘书长呢，吕特呢，叫他爸爸。台湾呢，也把他当爸爸看。当你爸爸的品性这么差的时候，你当儿子到底该怎么办？我认为他们将来就算见面了，不会提这个了。这提这干嘛？就当没这回事，因为大陆不会把它当一回事，他也不会再提了。不过他那天讲了蛮有趣的，他那个录音带里面是说，他说如果你打台湾，我会把你北京炸了。习近平说你疯了吗？你疯了吗？这个我也不相信习近平会讲这样的话。2个元首见面，怎么会你疯了？再怎么你炸我，如果我狠的话，我说你炸我，你小心我也炸你，这个可能会讲，对不对啊？你华盛顿小心，纽约小心，但是会说你疯了吗？这不太像习近平会讲的，就是都川普自己编的，自己乱讲一通了。休息再回来。